这就是古代书生的房间。我去，这么简陋，看来当赘婿的日子不好过啊！这床怎么这么硬啊？没有弹簧床舒服。哎呀，明月弯弯像个钩，我思卿卿几多愁。何时让夫共入榻？日上三竿把七楼。我去，难怪人家看不上你。瞧这原主写的油腻的打油诗，这一看啊，这原主肚子就没什么墨水，草包一个。我来简单写两句：平君莫话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。我这中文系的研究生背了这么多唐诗宋词，不能埋没在这儿。对了，我得上街去逛逛，说不定有什么赚钱的门道。茶可以吧？还有这个糕点也是新买的。小姐，我照小姐吩咐去看看顾昭时，他房间里面没人，只有写好的诗文放在桌上。他又写情诗了，他何时能把心思放在读书上？拿去烧了吧，不要让我父亲瞧见。是，大小姐。哎，之前你一直跟我说他写的情诗肉麻，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肉麻。平君莫话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好诗啊！这诗怎么会是他所写？我看就是他抄的。把他叫过来，当面问清楚不就好了？香玉，把顾昭找来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，顾公子去了酒楼吃酒，回来途中酒后接了府衙的求贤令，正好裴刺史路过看见，顾公子被裴刺史带去府衙了。什么？裴刺史向来和我父亲不和，顾昭又是我的未婚夫，裴刺史恐怕会对顾昭不利。备车，我现在就去府衙。是。哎呀，这么有点事啊！这不是天灾吗？这可怕呀！这怎么办啊？蝗灾之年，100两黄金求贤才，献策治理蝗灾。多大点事，撒点毒药不就行了？白送钱，真是喝酒误事，惹了麻烦上身。我朝律法，乱接求贤令等下狱。顾昭是林知府赘婿，林知府，你不会徇私枉法吧？修正一下啊，我和林清无只有婚约，并未成婚，我也不是什么赘婿，别误人清白啊。哦，那就是无所依靠的草民，还不如林府赘婿的身份呢。这个裴寂和知府林承恩素有积怨，他是拿我这事大做文章，想给林承恩扣上一个徇私枉法的罪名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得偿所愿？乱接求贤令应当下狱，但我朝律法可没规定不能酒后错接求贤令。好的不学，学会借酒浇床，想以此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可没这想法。裴刺史，我朝律法可规定饮酒之人不能接求贤令。那倒没有。那便是顾昭醉酒之后看不清楚字帖内容，一时糊涂接了求贤令，也不违法，当不得数，请知府判顾昭无罪。我倒是小看这清武了，这小嘴皮子厉害啊，适合当女律师打官司。裴刺史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不愧是宁州第一才女，这口才了得。林知府果然生了一个好女儿啊。他酒后接求贤令不会下狱，但不能解决蝗灾，可是乱接求贤令，影响救灾，按律当斩。我靠，这老棒子是要来真的！解决蝗灾如此大事，单凭一人，谁能轻易解决？没这个本事就不应该去见报。看来这次顾昭这小子保不住了。谁说我不能解决蝗灾了？自古以来，
这蝗灾乃天灾，连古书上都无治蝗之法。林伯伯，我就想知道那求贤令上所言治蝗有效，则赏100两黄金，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若有人治理成功，朝廷自会赏黄金100两，重谢。那可以，我可以献上解决蝗灾的良策。顾超啊，你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？你真的以为就凭你随意说上几句话，就会被当作解决蝗灾的良策？那该怎么办？立下军令状，1个月内若不能解决蝗灾，就当街问斩。我口味这么大，那个100两黄金我就不要了，我先走了啊！你不下军令状，就以影响救灾治罪，按律当斩。裴刺史，明州政务是我父亲的职责，你只是掌管军务，无权干涉政务。民心不稳，贼寇横行，我身为刺史，当然有权斩首破坏赈灾之徒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不就是30天之内治好蝗灾吗？这军令状我立就是了。这个顾昭有些变化了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就在府衙签下军令状吧。你还有心情喝茶？别说30天了，就算3个月也治理不了蝗虫。蝗虫乃天灾，无法可治。哎呀，这当时啊，裴寂咄咄逼人，这顾昭呢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啊，只能暂时签下这军令状。我知这是权宜之计，但30天后，裴寂必然会杀了顾昭。虽然顾昭无用，但他毕竟和我有婚约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有感情，舍不得我这个未婚夫。都到了此刻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哎呀，不就是治理个蝗虫吗？小事一件，包在我身上。如此说来，你有良策啊？当然有啊，只需把这蝗虫吃干净了。唉，这呢也不能怪你，你从未出过城，不知这蝗灾可怕，而且这蝗虫有毒，不可食用。谁说这蝗虫不可食用的呀？再说书中记载的不一定是真的。这蝗虫呢分很多种，这其中呢这个……别说了，你现在回屋收拾行李，尽量不要带太多东西。我叫上沈苍兰，我2人送你出城。这是唯一能救顾昭的办法了。趁现在裴寂没有防备之计，送顾昭出城，我立马书信一封给我皇城好友，到时候你拿着我的书信去投奔。他们怎么就不信我的话呢？哎呀，这是偏见呢。快车，搜查！我下车去看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拦我的车！请沈大小姐息怒，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，严查出城车辆，防止有人偷出城。这车里可是知府林小姐，我与好友出城游玩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谁敢拦我的车。恐怕这车里不止林小姐一人吧？恐怕这车里不止林小姐一人吧？我和谁出城游玩，跟裴刺史没有关系吧？这是当然，我当然不敢干涉沈大小姐的私事，但是顾昭在我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要求治理蝗灾，这就和我有关了。我担心顾昭躲藏在车中要潜逃。裴刺史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就知道林大人会知法犯法，协助你潜逃。来人，顾昭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顾昭！沈苍兰，虽然你父亲是威武大将军，但顾昭是要犯，你胆敢协助要犯潜逃，就算是你父亲，也保不了你。刺史大人，你说顾昭是要犯，他犯了何罪？立下军令状，30日治理蝗灾，若是治理不好，将会被砍头。可曾等到30日？虽然未到，但是顾昭要潜逃，我理应抓捕，择日砍头。谁说他是潜逃？我们是去城外良田查看蝗灾的情况，以循治理之法。狡辩之词，证据何在？这锄头就是证据。我若是想要潜逃，拿这锄头干什么？裴大人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找人跟着。我会派侍卫远远地跟着，谅你也不敢逃。
你怎么猜到裴寂会在城门口堵我们？我用的呢是36计中的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表面上呢是你们帮助我潜逃，实际上我是帮林伯伯查出府中裴寂安插的眼线。所以裴寂在城门口堵我们，就说明林府有眼线通风报信。只要我们查出谁出过府，我们就可以确定其眼线。哎，你之前写的那个诗我也很喜欢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弃笔从戎，跟我一起随我父亲征战沙场？他那么弱不禁风，怎么能从军？我怎么感觉他在吃醋啊？我来试试看。谁说我弱不禁风啊？我这可是天赋异禀。哎，你们部队发媳妇吗？发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发，你要是从军，我可以。你不是跟青梧有婚约吗？怎么还想娶妻啊？哼，他说他的夫君可得是状元，我呀当不了状元。我说，秀才、举人也都可以过关。林青梧啊，我呢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为了不耽误你找状元呢，我们还是结婚约吧。我去从军，还能分到一个叫媳妇儿。啊，疼！活该！你放开我的手！啊，不放！苍兰在哪？继续，你们继续，当我不存在。林青梧这是故意给沈苍兰看的吧？就是要宣誓主权。我下车看看出了什么事情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哎，这位小姐，你差点撞着我们，不应该先跟我们道歉吗？道歉？你知不知道车上？请说。苏云瑶，苏云瑶。请说，不得无礼。哼，我是为皇兄而来，秘密调查宁州的蝗灾。此人喊出我的名字，难道他已经认出我是公主？你认识我？你不是他。哎，不过你的名字竟然也是苏云瑶，和我大学时候那个校花一模一样，我还以为是他穿越回来了。校花？难怪你要跟我解除婚约，原来心里有别的女人了。我倒是很想见一见那个苏云瑶。你上哪里见？人家又没穿越过来。我也想见见，是否真的有那么相似。这里已经不在宁州了，我们得赶紧去田里看看蝗灾如何。我要是再治不好这蝗灾，我可不想被砍头。走。我叮嘱过你，此番来宁州，务必行事低调，不可与人起冲突。属下知错，请公主恕罪。再未喊我小姐。是。我还从未听说有人能治理蝗灾，如若他真的能治理蝗灾，那必定是稀世之才，我必将他带回皇宫，助我皇兄登位。即日起，凡本州百姓不得蝗虫10斤，可付官仓兑换粟米1斤。真的吗？童叟无欺，随到随对。有蝗虫兑粟米，这回事啊！这个太好了，有蝗虫兑粟米就去抓。叫什么名字？蝗虫多少斤？这些来换粮食之人，怎么都是些年轻精壮？我看他们不像灾民，更像是兵士。我还真以为顾昭是稀世之才，真能治理蝗灾，原来就是拿蝗虫换些粮食。那裴寂可是宁州刺史，手握兵权，向来与知府不睦，必定会从中捣乱的。皇兄在我临行之前便和我提过，刺史裴寂亦有反意，恐怕会利用蝗灾作乱，让我暗中调查。苏小姐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啊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。我是特意来看看顾公子打算如何治理蝗灾。感觉如何？不怎么样。这些来换粮食的人不像是灾民，更像是士兵。想不到苏小姐也看出来这些人不像灾民，苏小姐果然不是胸大无脑。这些可都是朝廷发下来的赈灾粮，若是都被这些士兵换了去，那灾民吃什么？
苏小姐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怎么我换的粮食全是沙子？不是说10斤蝗虫换1斤粟米吗？粟米在哪里啊？必须给我们1斤粮食！我们辛苦捕这些蝗虫，就是为了换粮食。如果不给我们1斤粮食，我们就去知府大人那里讨说法。对，大家一起去府衙讨说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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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说法。好了，大家安静。我们这样做呢，是避免有心之人捣乱。来人！各位，我们收到消息，有士兵冒充灾民捕捉蝗虫。为了严正军纪，现在将这些冒充灾民的士兵全部拿下。胆敢反抗者，当场击杀。将军，你是裴刺史的卫兵，那不是我的腰牌，是我捡来的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将你带回将军府，自然会清楚你的身份，把他带走。是。我就说吧，我早有准备。你是打算赖账吗？哎，我这可不是赖账啊，我这呢叫让他们义务劳动，我还算很有良心的，只让他们干了1天。你可曾想过，这些士兵的幕后之人，可会善罢甘休？说曹操到，没想到裴刺史来的还挺快。公主，接下来我们有好戏看。你怎知我身份？皇族才有的上好羊脂玉佩，公主的身份应该不难猜吧？为了公主的安全，这玉佩先放在我们身上。若是弄丢了，你的性命不保。我若是30天治不好蝗灾，我可是连小命都没。这人是我的人，沈大小姐，把他交给我吧。裴刺史，你让你的士兵冒充灾民，难不成是你们军中缺粮，所以来偷赈灾粮？顾昭，一介平民，胆敢擅自挪用赈灾粮，按律当斩！来人，把他就地正法！谁敢动他？沈苍兰，我看在你父亲是大将军的份上，才对你客气，你不要太过放肆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苍兰，裴大人呢是跟我开玩笑的，他当然知道这公告呢是府衙发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呢只是帮林伯伯呢参谋一下，提个小建议而已。我可没有什么本事挪用赈灾粮。裴大人，要不你拿出证据？哼！这是赈灾粮，用来救灾民，却被林知府擅自挪用，我可曾冤枉林承恩？我就知道你安好心，这是打算给知府安上挪用赈灾粮的罪。这可是掺了沙子的旧粟米，1斤粟米至少有半斤沙子，勉强能够活命。愿意拿这些换的也都是灾民，林伯伯这是在赈灾。就算你再如何狡辩，这也是赈灾粮。林承恩身为宁州知府，擅自挪用赈灾粮，罔顾宁州数十万灾民性命不顾。既然刺史大人知道是赈灾粮，为何还要安排士兵冒充灾民兑换赈灾粮？难不成刺史大人故意要让宁州饿殍遍野？裴刺史难道不承认这是你的卫兵？此事我并不知晓，应该是他担心蝗虫横行，饿殍遍野，为了宁州百姓，他才私下做的此事。是啊，为了宁州百姓。眼看蝗灾降临，民不聊生，我身为宁州刺史，痛心不已，也想为赈灾出一份力。哦，原来裴大人是心系百姓。苍兰，把这些抓来的士兵都放了吧。就算发现我安排的士兵又如何？你们终究奈何不了我，还让我获得一个体恤百姓的好名声。这个哑巴亏，林承恩吃定了。裴刺史，宁州蝗灾横行，我带宁州数百万百姓，请求裴刺史安排士兵捕捉蝗虫。求刺史大人捕捉蝗虫！求刺史大人了！求刺史大人，求你了！道德绑架我太擅长了，可算计我先让你吃个哑巴亏。原来这小子在这里算计我，哼！你真以为靠这个就能让我上当？既然你愿意演戏，那我就陪你演戏。顾公子，先起身。我虽然是宁州刺史，可宁州蝗灾有救，感谢裴大人出手相助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啊！太好了！我没有。裴刺史侠肝义胆，现在这里蝗灾需要人手，不知裴刺史是否愿意调兵相助啊？
知府大人都这样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那本官就派出1000士兵协助赈灾。那就多谢裴刺史了。果然小看了你，顾昭，别忘记军令状，30日一到，你若是治不好蝗灾，你的命就归我了。大人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算了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我即刻上书朝廷，知林承恩私自挪用赈灾粮，赈灾不利之罪。林承恩，你就等着下狱吧。顾昭，此计甚妙啊！如果再坚持1个月，蝗灾可控了。还此计甚妙，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你就只会出馊主意。我这怎么是馊主意了？你没看刚刚裴寂灰溜溜的走了？他虽然走了，但是却可以上书朝廷，这知府挪用赈灾粮之罪，在我朝，这可是大罪。唉，那都是掺了沙子的粟米，所给之也都是灾民。掺了沙子的粟米就不是赈灾粮了吗？裴寂可以上书朝廷，有人挪用赈灾粮，到时自然会有人向陛下进言，林知府必定会被革职查办的。姑娘所言极是，我立刻上书陛下，言明此事。哎，林伯伯，你上书陛下不一定信，但有一个人的话，陛下一定会信。是谁？就是他。是他？臣宁州知府拜见。我这次是偷偷来宁州的，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。你快起来吧。是。你就帮帮林伯伯呗。想要我帮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必须让我看到治理蝗灾的效果。如果效果不好，我就将你和林知府一笔治罪。你还笑得出来？瞧你给我父亲出的什么主意？用赈灾粮兑换蝗虫。现在好了，让裴寂抓到把柄，他要是上书，一口咬定我父亲用的就是赈灾粮，要治我父亲的罪怎么办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解决此事了。眼前这位苏小姐，朝中有人，可以帮林伯伯澄清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不重要，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蝗灾。用粮食兑换赈灾粮，终究是一时之法，万不可长久。这些已经兑换的蝗虫还急需处理。我自有后招，这后招就是把它们都吃掉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蝗虫有毒，不可食，你怎么还想着吃？老婆，实践出真理，这玩意儿能不能吃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你要怎么试？保密。哎呀，要是有电就好了，整个烧烤炉干净又卫生。好香啊，可老远就闻到味了。哎，香吧？这再撒点孜然呢，哎，就更香了。啊，你呢就安心的住在林伯伯这里，有什么要求尽管和我提，我保证你像皇宫一般。你就安心住在这儿吧。这是什么肉啊？好香啊！蝗虫。哎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敢谋害公主！你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谋害她呀！我就是想单纯请她吃个烧烤，你看她吃的多开心。别那么大惊小怪，把刀放下来。公主，蝗虫有毒，他给你吃蝗虫，就是想害你。不是我说，姐姐，你张口闭口的说我要害她，我看真正害她的人是你吧？你胡说！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靠近点，再近点儿。这府上有裴寂的眼线，前2天刚抓了一个。你张口闭口的公主，万一被盯上怎么办？公主有生命危险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呢，先给我揉揉肩，我再告诉你。怪不得周末要去按摩呢，这个技师的手法还算专业。这蝗虫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哎，你是懂吃的，差点酒，烧烤配酒，哎，我早就准备了。来，今晚我们3个边吃边聊。哼，好的不学，净学青楼陪酒的那些手段。
哎呀，老婆，我怎么感觉你酸溜溜的？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谁是你老婆？我们还没有成亲呢。何况我的夫君就算不是壮罗，那也至少是个秀才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啊。老婆，你快尝尝我做的烧烤，上面还有孜然呢，老香了。这该不会烤的是蝗虫吧？没错，这就是蝗虫。书上记载，蝗虫有毒，少吃中毒不明显，但吃多了，轻则腹泻，重则有可能丧命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蝗虫呢，分独居和群居。现在的蝗虫都是独居，是可以吃的，而且肉质鲜美。刚刚你不是也尝过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是好吃，就像像虾。哎，对，像虾，很好吃。这吃起来像烤虾，再配上这美酒，岂不是妙哉啊？曾经的确在古书上看到过类似的说法，蝗虫没有漫天之时，的确可以食用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。现在想，这蝗虫的确可以吃，推广下去，这蝗虫的数量一定可以大大减少的。恐怕那些百姓不会吃，蝗灾乃天灾，百姓对它心生敬畏，就算美味无毒，恐怕他们也不敢吃。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那就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带头吃。这是万万做不到，那些官员肯定惜命，当然不会吃的。想让他们吃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拿出一把刀，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，谁要是敢不吃，一刀砍下去。哎，我看你有当女帝的潜力哦。你酒喝多了吧？胡言乱语，若是被传出去，你是要被下天牢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老婆呢？咱今天就喝酒，不说别的啊。来，走一个。女帝，我喜欢。哎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我们会同床？顾昭，你忘恩负义，我想让你考状元，是想激励你读书。傻子，就算你没考上秀才，我也会嫁给你。但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竟然想和我退婚！沈苍兰也好，那个苏云瑶也好，他们哪个能比得过我？你别想和我解除婚约，和苏云瑶结婚，我绝对不会和你解除婚约。我不会和你解除婚约的，我要娶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后面呢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还好衣服还在。酒后乱性啊！我差点就把持不住了。救我！娶林清无是原主的心愿，我得帮原主完成这个心愿。我就不应该喝酒，
我喝醉之后怎么能去找他呢？这事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还有脸见人吗？我本就是他的未婚妻，就算被人知道了，我有什么不可见人的？表妹，完了，表哥，你不是在皇城吗？怎么来了宁州啊？表妹，我这次是为你而来。我高中状元后就在户部就职，虽然心中一直想见表妹，但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。这次我特意申请来宁州赈灾，就是为了见表妹。知道了。哎，表妹，你是否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？哪句？你说你的夫君啊，一定得是状元。现在我高中状元了，我想迎娶表妹。表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已经有了夫君。你不会还对那个顾昭心存念想吧？他根本就不会读书，连乡试都过不了，更何谈状元？表妹，我一直痴心于你，日月可见啊！表哥，请自重，我非他不嫁。表妹，你一定是生气我高中状元后没有及时求亲，对不对？表妹，给我次机会吧！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竟敢打朝廷命官，你是不是想下狱啊？敢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我打你活该！没把你阉了都是手下留情了。你只是跟我表妹有婚约而已，你根本配不上她。哼，你可能不知，昨夜我和青梧已经圆房了。表妹，你跟这个家伙圆房了？没有。哼，我表妹可是熟读圣贤书，懂得三从四德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丑事啊？啊，什么三从四德呀？女人就该跟男人一样，考状元、当官。哼，男女都一样，可笑。女人怎么可能中状元，更不可能当官。圣贤书所云，我昨天是和他睡在一起。你没想到这个顾昭竟然觉得男女都一样，女人也能当官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人看着不正经，但说的话却让人敬佩。说的没错，男女都一样，男人能当皇帝，女人为何不能当女帝？再等一会儿，青梧马上就来了。父亲，青梧啊，叫你过来呢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征求你的意见。听贤听说，你曾许诺他，待他高中状元后，你愿意嫁给他，可有此事啊？一派胡言！我和顾昭早有婚约，怎么可能还嫁给别人？表妹，你怎么能忘记此事呢？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你要嫁状元，顾昭连乡试都过不了，更别提状元了。我才是你要嫁的人。我是让顾昭高中状元，而非嫁给状元。表哥，此事以后不要再提，我已经决定要嫁给顾昭。表妹，这万万不可呀！那顾昭不学无术，绝非良配。婚姻乃人生大事，你应该慎重考虑。哼，我非良配，难道你是？挖墙脚都挖的这样不要脸，要不要尝一尝？我不吃刺挠食物。表哥，这很好吃的，你尝一尝。既然是表妹让我尝一尝，那表哥自然听话。果真好吃。表妹，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们小时候一起烤过的虾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顾昭，你瞧见了吗？我跟表妹是青梅竹马，若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成婚了。你少做梦了。昨夜我和青梧已私定终身，等我治理完这蝗灾之后，我们就完婚。青梧，这可是真的。这是好事啊！您俩呢，早就有婚约，如果这婚事成了，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啊！治好蝗灾，哼，就靠粮食兑换蝗虫啊！此策愚蠢。谁说只靠粮食兑换蝗虫？这只是为了救济灾民，并非治理蝗灾。若想治好这蝗灾，必须吃蝗虫。蝗虫不可食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想治理蝗灾，真是可笑。谁说蝗虫不可食？你刚刚不是吃得很香吗？啊？没事，别担心，
刚刚你还夸烤蝗虫像是烤虾呢。我乃朝廷命官，你区区一介草民，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你等着坐牢吧！你少来这一套，谁要谋害你了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姑父，蝗虫有毒，万万不可食。我此番代表朝廷赈灾，就是来协助姑父治理宁州蝗灾。姑父切不可听信顾昭谎言啊！这个前庭啊，你刚到宁州，先休息一下，回头我们再商议赈灾之事。顾昭不死，我必然得不到林清湖。看来我只能借裴寂之手除掉顾昭。姑父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哼。哎，这一路颠的我屁股疼死了。看来这宁州的路啊，该修了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哎，说的有道理。之前打仗都要先修粮道，要想打胜仗，先修粮道，果然是个妙计。苍兰，他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当真。青梧，你不懂，顾昭说的都是行军打仗的兵法。哎，老婆，你说这裴寂给你表哥安排的接风宴，为啥要邀请我呀？你叫谁老婆呢？我们还没成亲呢。哦，娘子。父亲，这一路劳累，辛苦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她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女子，住在我家不说，父亲还带她来宴会。若是苏云瑶和林叔叔没有关系，林叔叔怎么会让她住在林府？她该不会是林叔叔的私生女吧？这个是……哎，你们都别乱猜了。我以我人格担保，苏云瑶绝对不是林伯伯的私生女。不是私生女，她该不会是林叔叔的相好吧？这绝不可能，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。当然不可能了，这苏云瑶可不是……我跟你说，难怪能让我父亲对她如此尊敬。记住，别乱说，要保密啊，否则我们都有大祸。这是谁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总之，以后你对她尊敬一点。我堂堂将军之女，别说她是商户之女，就算是皇族公主，我沈苍兰也不怕。谁呀？哎呀，哎呀！本官今日设宴，迎接刘大人来宁州赈灾，想必有贵为状元的刘大人相助，宁州蝗灾可知。蝗灾乃天灾，历朝历代皆无人可治。蝗灾过境，饿殍遍野，粮食才是重中之重。有了粮食，灾民才不会饿死，宁州可安。林知府，你也听到了，粮食才是重中之重。但是林知府却听信小人谗言，将赈灾之粮兑换成蝗虫。难道林知府想看到蝗灾过后宁州饿殍遍野的惨状吗？裴寂，这是要在宴会上对我父亲发难吗？哎，这事交给夫君来做就是。喂，裴寂，吃个饭而已，搞得像鸿门宴一样。好歹你也是个刺史，你怎么连脸都不要了？居然当众骂我是小人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谩骂朝廷官员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等等，裴刺史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没必要在宴会上大动干戈吧？刘大人不必如此，自然不会在刘大人的接风宴上大动干戈。但是林知府，你也应该好好教导你的女婿，切莫仰仗其是你女婿的身份就为所欲为。裴寂这只老狐狸，故意摆下鸿门宴，就是想给林叔叔扣上一个赈灾不利的罪名。喂，裴刺史，你别忘了咱们可是立下了军令状，若这30天之内我治不好蝗灾，
我可是要被砍头的呀！哎，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这所作所为，像是在阻止我治理蝗灾？我是在为宁州百姓担忧。你用赈灾粮兑换蝗虫，没有了赈灾粮，蝗灾过后，宁州将会饿殍遍野。你凭什么认为就一定会有蝗灾呢？趁着蝗灾爆发之前，大量捕捉蝗虫，将这些蝗虫吃掉，这样一来，百姓也有吃的，不好吗？蝗虫不可食，顾昭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何谈治理蝗灾？蝗虫有毒，以往就有灾民因为饥饿吃了蝗虫，轻则腹泻，重则丧命。你让百姓吃蝗虫，这分明就是害他们的性命。是啊，刘大人说的对，古书上早有记载，蝗虫乃是天灾，世人皆不可食。蝗虫确实不可食，从未听说有人吃蝗虫啊！历朝历代都无法治理这蝗灾，这蝗虫不能吃啊！哎，谁说蝗虫不能吃的？你们口中这位状元今天就吃了蝗虫，他还觉得好吃呢。我那是被你骗了，我还没有追究你给我下毒呢。切，还状元？我看你啊，就是个草包状元。这蝗虫分为绿色和黑色两种，蝗灾爆发之前的蝗虫是绿色，不仅可食，更是人间美味。只有黑色的蝗虫不可食，那是有毒的。现在的蝗虫都是绿色的，当然可食。哼，一派胡言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此事啊？我来宁州之前查阅典籍，从未见过如此的记载。刘大人是状元，他的学识岂是顾昭这种人能比的？刘大人说没见过，那一定是顾昭在胡说。我倒是在书中见过绿色、黑色蝗虫的说法，绿色可食，黑色不可食。但书中并未详细说明这两股蝗虫如何分辨。即便如此，书中也只是提到了黑色和绿色蝗虫之分，并未提到如何区分。我怎么知道顾昭说的是真是假？哼，这个简单，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找借口，所以我带来了样本。啊，果真是书上所说的绿色蝗虫可食。你不知道呢，也正常，毕竟你这个状元呢，不是靠自己实力，你是不是作弊了呀？我堂堂状元，竟然不如顾昭这个连秀才都不是的废物。本想借着宴会当众让顾昭出手，表妹便会更嫌弃顾昭，投入我怀抱。现在倒好，被顾昭抢了风头。顾昭，你这个废物，你别太得意了。我好歹是个状元，你呢？3次考试，3次空手而归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凭什么说顾昭是废物？他的军事才能可不是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能比的。给他道歉！我堂堂朝廷命官，我给他道歉？你，哎，苍兰，不用替我出头。既然他觉得自己是状元，而我是个废物，那我就跟他比一比作诗。我表哥可是状元，顾昭连秀才都不是，拿什么和我表哥比？我不能眼睁睁看他输啊！顾昭若是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是不会跟刘贤廷比试的。难不成你如此不相信顾昭？你要和我比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一个3考全部落榜的废物，竟然敢跟我这个状元比试？听你这语气是害怕了，不敢跟我比试。哼，这是我听过最可笑的事。你竟敢质疑我这个状元？我3岁会作诗，7岁出口成章，12岁……哎，12岁拜相的是甘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比7步作诗，看谁7步之内做不出诗。不就是7步成诗吗？易如反掌。至于你这个废物，你会7步成诗吗？那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既然要赌，我们就赌点什么吧。这样，每人拿出一件物品，若是输了，便赔付给赢者同样价值物品的银子。你觉得如何？我就知道你是贪财之徒，不就想赢点钱吗？我满足你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你若赢了，银票归你；但你若输了，你就要给我1000两银子。你可敢赌？有何不敢接的？不过顾昭，你想反悔，不敢和我比作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怕你输了赖账。我堂堂朝廷命官会赖账，真是可笑。哎，那可不一定，万一你输了赖账，除非裴大人给他担保。倘若他输了，裴大人担保赔给我银子。顾昭，你觉得刘大人赔不起吗？他这人可没什么信誉。
你居然想赢刘大人？也好，我就替刘大人担保，若是刘大人输了，我赔钱。在座各位都听到了啊！倘若我赢了，赔4室担保，给我相同价值的椅子。那是何物？看起来好像是一枚玉佩。那真是我的玉佩。谁先来？我是无所谓啊。林伯伯，你来出题。我和刘贤廷七步成诗。那就以兄弟为主题吧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好诗！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七步成诗。或许是我逼得他太急，他才不愿考取功名。该你了。莲枝同气生，风雨并肩行。真不要脸！人家说的七步成诗，不是让你走7步，而是7步的时间作诗。就这还状元，丢人现眼。岁月催华发，情深似海城。好诗。这一次以蝗虫为例，你们2个同时出4句诗，先出者为胜。蔽日悬云铁甲兵，摧河断木若雷行。天公若悯唐府邑，许借风威不犯羹。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才华横溢，将相之才。他是我的未婚夫。据我所知，你之前看不上他，有意要跟他退婚。我和他已经私定终身，约定解了蝗灾之难，便举行大婚。苏小姐，请勿惦念我的夫君。若是我执意要惦念呢？请自重。胡人输了。你输给我不丢人。好歹我也是文学院的高材生，比你这有点水的状元强多了。哼！麻烦裴大人把这东西打开给大家瞧瞧，这是何物啊？我还以为顾公子会拿什么稀世之物，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玉佩，我看不过值几十两银子，我这个担保人就没必要鉴定了。刘大人的1000两银票足可以兑换。顾昭，我的银票送与你了，赶紧拿上你的玉佩，离开这里吧。哼！你这区1000两银票可远远不够。裴四使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他的担保人，若刘贤廷赔不起，你可要替他赔。顾昭，你这块玉佩区几十两银子，你竟然说1000两银子不够，你当在场之人接眼笑吗？顾昭，我知道你一直寄居在我伯父家中，拮据呢也很正常，但你不能狮子大开口，当众勒索我。你们居然说这块玉佩区几十两银子，这玉佩价值连城，足抵1000两黄金。1000两黄金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就你这破玉佩值1000两黄金？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。看来你是不太相信。我当然不相信。那这样，我们就再赌一次，就赌这块玉佩到底值不值1000两黄金。倘若你输了，当场学狗叫。好啊，打赌可以。但若要是你输了，就必须像一条丧家犬一样，从我胯下钻过去。你可敢赌啊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请知府大人帮我鉴定一下，这块玉佩值不值1000两黄金？这个刘贤廷还真是愚蠢，连公主玉佩都不认识。多亏秦武看不上他，否则迟早会连累我们林家。顾昭啊，你也别让我姑父为难了。现在呢，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再拿上我给你的银票，早点离开吧。谁给你的自信，认为一定会赢？此玉佩价值连城，何止1000金？我看值万金。姑父，你看仔细了，这只是一块玉佩，怎么可能值万金啊？此乃云瑶的玉佩。果然是公主的玉佩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愿赌服输，
，10000两黄金就不必了，但是1000两黄金必须得给我。我看他是拿不出来。裴大人，你可是他担保人啊，你不会不认吧？我既然答应了，自然会做到。回头我便派人将1000两黄金送到你府上。哎，还是裴大人爽快。那我就先回家等着你给我送金子了。还有啊，刘玄庭，你也不用学狗叫，以后见着我你夹着尾巴走。要是有检测仪就好了，看这到底是不是黄金。裴寂这个老滑头，不知道会不会掺假。本公主对你的黄金才没有兴趣，你不用像防贼一样防着本公主。女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信谁才是傻子。这可是我用来保命的黄金，没有这黄金，我可治不了宁州的蝗灾。嘿，公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别以为你是公主我就怕你啊！本公主对你提到的女帝很感兴趣，不知你可否助我一臂之力呢？我当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是这事儿啊！不就是想当女帝吗？这也不是不可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可以辅佐我当女帝？哎，说话归说话，可别动手动脚的啊！辅佐你当女帝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你得帮我度过眼前危机关头啊！这裴寂他天天想杀我呀！我当是什么事情？此事容易。我此番出宫，除了帮皇兄查看宁州的灾情外，我还有意为自己寻个驸马。本公主看上你了，要招你为驸马。要招你为驸马。公主对不起。大胆！你竟然对本公主无礼！我敢对公主无礼，要你的狗命！哎，公主，你不是要招什么驸马吗？可以商量。驸马？什么驸马？青武啊，你听我解释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直说了，我是本朝云瑶公主，我看上顾昭了，要招她为驸马。我早就猜到你是云瑶公主。公主殿下，既然你想要我的夫君做你的驸马，不如坐下来谈谈条件。若是条件合适，我可以放手。林青武啊，你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啊！我真是看错。夫君，那你可曾对我说实话？你到底是谁？难道林青武猜到我是穿越过来的？不应该啊！他这个时代的人怎么能猜到我是穿越过来的呢？哈哈，我不明白，我就是顾昭啊！你之前可是连文章都做不出来，一门心思只想娶我，眼中也只有我。但现在，你精通兵法，文采斐然，也不再是我所熟知的顾昭。你到底还对我隐瞒了多少事情？原来他误会了我之前是装傻啊！哎呀，我只是不想科考而已，懒散习惯了，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公主殿下，你也看到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你还想让他当你的驸马吗？想，你开条件吧。什么条件，你才能离开他？我是正妻，你是妾。放肆！我堂堂公主，岂能做妾？我坚持一夫一妻制，拒绝养小三，人人有责。闭嘴！我和顾昭有婚约，不日则完婚。即便你是公主，但也不能强抢别人夫君。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婚，他还不算是你的夫君。走，去见我父亲，3日后便大婚。你父亲私自挪用赈灾粮，裴寂已经派人去弹劾，要定他的罪。如若此时我再向父皇进言灵芝府赈灾不力，你猜猜看，灵芝府会是什么下场啊？哎，我说两位姐姐，我们当下不是应该解决蝗灾的问题吗？啊，好，此事以后再说，我倒要听听你想如何治理蝗灾。想要治理这蝗灾啊，就得让宁州的所有老百姓都吃这个蝗虫。恐怕不行，自古就认为蝗灾是天灾，百姓不敢吃蝗虫，是担心降临厄运在身。正因如此，所以说我们得找人带头。
我怎么能吃蝗虫呢？不行，我是金枝玉叶，我才不会吃蝗虫呢。眼界小了，公主，你吃的那是蝗虫吗？你吃的那可是天下呀！天下，这是明星啊，我怎么给忘了？顾昭果然是大贤，我果然没有看走眼。好，本公主就带头吃。放心，公主，到时候呢，我就让这宁州的官员跟你一起吃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让宁州吃蝗虫之风盛行。别说你了，就算我父亲下令，恐怕这些官员也会以各种理由搪塞，不愿吃蝗虫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吃蝗虫。谁？好家伙，这是要杀我！还有没有王法？想杀你我？做梦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即刻押他去府衙。是。哎，等会儿，让我跟他聊两句。怎么样，小爷我这喷雾厉害吧？说，谁让你杀我？不说是吧？我自有办法，那就拿你杀鸡儆猴。知府大人通知我们来府衙商讨赈灾，怎么还在院中支离口瓮？或许是因为今日赈灾之事一时商讨不完，知府大人为我们准备的饭食，有可能。林知府这是干什么？为何要在院中支起大锅？这是我的主意，和林伯伯无关。顾昭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有人潜入林府，意图刺杀知府大人，罪人已被捉到，今日就要当众让说出背后指使之人。诸位，今日让大家过来是为了赈灾之事，但是此事之前要审讯一下刺客。来人，把刺客带上来。喂，你还不说吗？现在还不说是谁派你来的吗？行，你不说呢，我有办法让你说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现在我准备把你扔进去，下面烧着柴火，我看你着不着。我说，切，这么快就着了，没意思。我还以为你能多坚持一会儿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呀？是裴刺史派我来杀你的。哦，裴刺史怎么可能对顾昭你这种小人物下手？我看啊，这刺客就是你自己安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污蔑裴刺史。来人，把顾昭给我拿下！你们都聋了吗？我说把顾昭给我拿下！这里是府衙，我才是知府。姑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户部的官员，这里是宁州，宁州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管。裴刺史，你为什么要派人刺杀顾昭？林知府，就凭这个人随口说了几句话，就认为是我要杀顾昭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我堂堂刺史怎么会对顾昭这种小人物痛下杀手？你给我个理由。理由？我当然有，因为你怕我真的治好了蝗灾，无法让灾民生事端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诬陷堂堂刺史！你是活腻了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来人，将顾昭给我乱刀砍死！你若是现在杀了我，恰好证明刚刚我所说的一切。宁州刺史裴寂妄图利用蝗灾制造事端，有谋反之心。住手！顾昭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敢杀你？哎，裴刺史当然敢杀了我，只是眼前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刺客把裴刺史供了出来，若此事和裴刺史无关的话，裴刺史应该证明才对啊，而不是应该趁机杀了我。证明？我正在协助知府大人治理蝗灾，而且这治理效果初见成效。若是此时有人要杀我，只能说明想阻止我治理蝗灾，无法利用灾民生事。哎，裴刺史，你若是想摆脱嫌疑呢，你应该带头治理蝗灾才对啊。说得好，裴刺史，你身为宁州刺史，理应帮助治理蝗灾，但是你在暗中捣乱，我不得不怀疑裴刺史另有目的。不就是治理蝗灾吗？本刺史自然愿意。说得好，
裴刺史既然愿意治理蝗灾，那就以身作则，带头吃蝗虫吧。顾昭，蝗虫有毒，你让裴刺史吃蝗虫，岂不是在毒害他？你是不是忘了宴会厅上说的话呀？蝗虫没有毒，即便有无毒蝗虫，那又如何区分蝗虫到底是有毒或是无毒？如果裴刺史误食了有毒蝗虫，那就是在毒害裴刺史。有道理呀，真是这样。无法分辨蝗虫有毒还是无毒，万一误吃了，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我也认为吃蝗虫有所不妥，蝗灾乃是天灾，一是得罪了圣天，圣天对我等的惩罚，蝗虫不可食啊！哎，你的意思是当今陛下惹怒了上天，所以才引发了蝗灾？这绝无此言，陛下乃是绝世明君，怎么可能触怒上天？裴大人，您怎么看？顾昭不过是林承恩养的狗而已，我派杀手想除掉他，但没想到被他咬到了。林承恩就是要给我扣上一个造反的帽子，现在时机不到，我断然不能让林承恩抓到把柄。赈灾可是我们分内之事，只要宁州百姓有粮食吃，就算蝗虫有毒，本刺史也愿意一试。说得好。这谁呀？裴刺史为了宁州百姓甘愿牺牲的精神，令本公主钦佩。宁州知府林承恩拜见公主殿下。拜见殿下。都起来吧。谢公主殿下。微臣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还请公主殿下恕罪。裴刺史为了宁州百姓甘愿带头吃蝗虫，令本公主钦佩。本公主此次来到宁州，也是为了查看宁州的灾情。既然吃蝗虫能治理蝗灾，那本公主便和裴刺史一起吃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切不可吃蝗虫啊！正因为我是公主，我才要带头。不知有谁愿意和本公主一起吃？微臣愿意。我也愿意。公主，微臣刘贤廷愿意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林知府安排一下，今日便吃蝗虫，让百姓前来围观。是，没见过这么多，全是大蝗虫啊！这蝗虫干什么呀？这是要干啥呀？人参甲，我要想忍不了吃了。这是干啥呀？到底真是。这是那个让你馋全是蝗虫啊！蝗虫不是说是天上来的吗？这能吃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蝗灾并非上天的惩罚，蝗虫也不是不可吃，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，一定能阻止这场蝗灾。公主千岁！有了顾昭的相助，收买人心如此简单。想不到公主竟然来了宁州，我却不知道。哎，夫家，有一个公主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她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。我是怕她坏了我的事情，难怪我上书要朝廷治林承恩挪用赈灾粮之罪，没有得到消息，恐怕就是这个公主捣的鬼。林承恩现在有公主做靠山，就更不把我放在心上了。这有什么不容易的？派人杀了公主，没用的东西。我们已经派人刺杀顾昭失败了，在此时还要派人刺杀公主，你是想现在就造反吗？父亲，难道朝廷那边已经有所察觉我要造反，这才派公主来到宁州秘密监视我？文武，你这就派人监视公主，若是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禀报。是，父亲。微臣刘贤廷参见公主。连拍马屁都不会，你也就这，你见人家谁拍马屁是空着手来的，不都是大包小包拎着？还你倒好，连个早餐都没准备，怪不得人公主不搭理你。切，公主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去哪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来喝杯茶。 500两，你小子可以啊，挺上道的。我陪公主去看斗鸡。哎，公主，撑着伞。斗鸡？等等我。
了的。加油！哎，没事，装的，快点，对，去装！哎，加油，走！你要上哪儿啊？你笨死了，还不如我上呢。公主，这就是斗鸡，怎么样？有趣吧？我只是听说过，但是我从来没看过。这样看来倒是很有趣。公主喜欢的话，我们举办一场斗鸡大会。不可！公主，切不可玩物丧志。我和顾昭只是随便出来逛逛，谁允许你跟过来的？公主，您是金枝玉叶，怎么可以和这些市井之徒厮混在一起啊？这有损皇家威严，更不可沉迷于斗鸡这种低贱之事啊！公主，请随我回去。哎，刘仙庭，谁跟你说斗鸡是低贱之事啊？你可知道斗鸡在宫中也是流行，斗鸡它就是一种娱乐，总比你这逛窑子的文雅多了吧？顾昭，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！我堂堂朝廷官员怎么可能逛窑子？哎呦，你急什么呀？逛窑子都逛窑子嘛，男人都懂。毕竟你又未婚，你不逛窑子，难不成你靠无耻啊？无耻？那你平常都……那个，我将以公主名义举办斗鸡大会，获胜者获得1000两黄金。就知道转移话题。公主，如此将有损皇家之名，请公主不要听信顾昭的谗言啊！顾昭，我答应你，以我公主的名义举办斗鸡大会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成为我的驸马。公主，公主，3日后，我父亲要为我们举行婚礼，届时还请公主为我们证婚。3日后，这么快？3日后你们才大婚，如今他还算不上是你的夫君。我相信公主肯定不愿意背负抢别人夫君的名声吧？那可不一定，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天热口渴，咱们先去喝杯茶。我必须禀报此事，绝不能任由公主有损皇家威严。希望今天这场戏，裴姐我相信，如此一来，宁州蝗灾可治。顾昭，你就不能直说，总是绕圈子。我用赈灾粮兑换蝗虫，号召百姓吃蝗虫，那只是权宜之策。要想彻底治理这蝗灾啊，靠的就是蝗虫的天敌。蝗虫天敌？没错，靠的就是吃蝗虫的鸡、鸭、鹅。我重金举办斗鸡大会，让大量的斗鸡进入这宁州，才能把蝗虫吃干净。父皇，儿臣听到消息，云瑶公主私自前往宁州，做出有损皇族的事情了。将老二叫到御书房。这儿臣见过父皇。云瑶去哪儿了？这云瑶不在宫中吗？最近儿臣身体不适，一直在府中养病，未曾见过云瑶啊。二哥，你跟云瑶一直形影不离，她出宫你会不知道？我看是二哥派云瑶去的宁州吧。老三，这云瑶出宫之事我确实不知，不过前些时日确实听到云瑶说什么蝗灾，我只知道她心心念念的都是宁州的灾情。老二，你回去休息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云瑶向来都听二哥的，这次呀，肯定是二哥让云瑶去的宁州。要真是为了蝗灾，也难为云瑶了。我会让宁州知府多照看云瑶，此事你不用再提了。是，父皇。宁州刺史裴寂是我的人，
你要云瑶去宁州，这不是分明在跟我作对？二哥，我奉劝你好好养病，或许啊，还能熬到我登上皇位的那一刻。老三，我提醒你，这裴寂可是前朝降将，又手握重兵，如今把守在宁州，他若是有异心，可是会牵扯到你的。二哥，你还是少操心点我的事情，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，万一宁州蝗灾恶殍遍野的时候，你该怎么保住林承恩吧？哼！我和二哥是一母同胞，可二哥身体一直不好，恐怕无法继承皇位。可如若这皇位落入三哥手中，我和二哥怕是性命不保。孙云阳，你就不要圈子了。你呢，就是为了自保，想当女帝，让我辅佐你，因为你知道我是个人才。你确实是个人才，正因当初你说的那句男女平等，才让我有了当女帝之心。让我辅佐你也不是不行，哎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不当驸马。怎么，本公主配不上你？我不爱你，我爱的是林清无。好，本公主答应你。公主，可不能开这种玩笑。公主，公主，我要和顾昭大婚，还请公主以后注意分寸，不要让别人笑话。你们3日后大婚，难道不是演戏给外人看的吗？当然不是，3日后我就要和顾昭大婚。快！开玩笑的吧？我们当时不是说好演戏给别人看的，不能让裴寂看出来我的目的。你不想娶我？当然不是了。你想啊，现在宁州正是蝗灾，你父亲又是宁州的知府，我们这时候不能大婚。林清武肯定以为公主要抢我，心里面不安，想要我们把关系确定下来。这样，我今天就给林伯伯订婚书，确定一下我们的关系。等蝗灾过去之后，我们就结婚。你看如何？那便依你。林伯伯，若是娶秦吴呢，必先敲锣打鼓，下聘礼，送婚书。你这只送婚书，莫非想当赘婿？哎呀，林伯伯，我一直住在林府，当赘婿无妨。有钱有权的岳父，白富美老婆，傻子才不当上门女婿呢，一点也不吃亏。哎，好，那我就把秦吴交给你了。等蝗灾过后啊，我再给你举办大婚。谢谢岳父大人。父亲，三皇子说了什么？杀了云瑶公主。三皇子要我们杀了公主？老皇帝身体不行了，他肯定要在临死之前除掉我这个心头大患。公主此次来宁州，恐怕就是为此事而来。公主没有带兵而来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林承恩是二皇子那边的人，公主来了是代表二皇子到了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们不能动公主。还有人，恶殍遍野之时，就是我们起兵举义之际。父亲说的是。顾昭那边呢？他在办斗鸡大赛，说是公主喜欢，要讨公主欢心。我看这顾昭是想要当驸马，不惜一掷千金，要办这斗鸡大赛。我之前还担心他真有本事能治理蝗灾，现在看来都是一些讨公主欢心的表面文章罢了。父亲说的是。最近这宁州城有大量外地人，都抱着鸡来参赛，整个宁州城都是鸡叫声。还有，
你跟青吴要大婚，林府准备了一堆大鹅跟鸭子，你们到底打算邀请多少人啊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那也不用买这么多大鹅跟鸭子吧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鸭和鹅也越多越好。顾昭，你不会忘记你立下的军令状吧？参见公主。裴刺史也想参加斗鸡比赛？微臣听闻公主喜欢，特意带了斗鸡来助兴，没想到看见了顾昭，这才出言提醒顾昭不要沉迷斗鸡，却忘了军令状。军令状？顾昭立下军令状，若是治不好蝗灾，他就以死谢罪。还有此等事，我还从未听闻有人可以治理蝗灾。顾昭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本公主保你性命，才讨本公主欢心的吧？当然不会，我呢就喜欢看斗鸡比赛。那便好，我是不会保你的。我听说你跟林清无要大婚了，想不到裴刺史也知道此事，看来这裴刺史对我很在乎。林知府大张旗鼓，不惜重金，在别处买了许多的鸭和鹅。我身为刺史，想不知道都很难啊。可是我还没有收到请帖，不会是你们不想请我吧？哎，当然不会，少了谁都少不了裴刺史。在下大婚一定会恭候裴刺史亲临。那就好。哼，表妹，你不能再给顾昭。表妹，你不能再给顾昭。表妹，这么多年，表哥心里面只有你。为了表妹，表哥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我只求表妹给我一次机会。表哥，我和顾昭大婚已定，请表哥自重。今日之言，我全当没有听过。我想不通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顾昭了？你不如我帅，现在都是卡颜值的哥们儿，就你这长相，去酒吧就算包场，别人都不会让你进。顾昭，你这招猫逗狗之徒，凭什么娶我表妹？凭我七步成诗。在公主面前就给自己留点面子吧，小心你仕途不保。公主，拜谢公主，微臣刚刚没有看见公主。还户部官员，丢人现眼。公主恕罪，微臣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起来吧，他们都走了。裴大人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必慌张。公主应该不会因此事而刁难你，但顾昭小肚鸡肠，保不准顾昭会在公主面前说你的坏话。你们俩可是情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顾昭若不是他，表妹必然是我的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想杀顾昭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这个忙。这可是个好东西。只要一点儿，就能让人不知不觉间死去。你不是想杀顾昭吗？只要偷偷的在顾昭的饮食里边放几滴，顾昭便会悄无声息的被解决掉。林清无可是才貌双全，错过他，你必定悔恨终身。唉，好好想想吧。顾昭，这一切都要怪你自己。顾昭，这怨不得我呀，要怨就怨你让我颜面见识。这地图标着藏宝地，难不成是藏宝图？你怎么在我房间？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我是来找你的呀，顾昭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不和青乌大婚，提什么要求都可以。坐。我要是不过去，他肯定起疑。哎，喝杯茶。我不渴。顾昭，
若是你不同意，那我就只能祝福你和秦武表妹了。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待秦武表妹。放心，秦武是我的老婆，我们的事你就不必要操心了。我还有事情，先走了。地图果然被拿走了。刘贤庭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千万别怪我，毕竟我需要你当诱饵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像是闲置的房子，难道黄金藏在这里？我还欠着裴刺史千两黄金，就靠这宝藏了。随我进去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听到打铁的声音？不会吧？这里看起来不像有人住的地方啊，怎么会有打铁的声音？我好像也听到了，一起进去看看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户部官员，还不快把刀放下！刘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原来是裴公子啊，那看来都是误会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怎么到了这里？难道他也是奔着宝藏来的？哦，我路过这里，进来看看。裴公子，你有没有听到打铁的声音啊？好像从那边传出来的。刘大人别装了，你来这里不就想一探究竟吗？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我就带你去看看。裴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，带你去看你想看的东西。私下打造武器和铠甲，你们想造反吗？给我拿下！你不是想看吗？好啊，你看个够，让你也感受感受被铁打的滋味。压下去！快着上啊！什么呀？往那儿上啊！加油！哎呀，快点，加油！哎，加油啊！哎呀，快点！朝廷要员刘大人失踪，现在全城戒严，禁止出城，城中所有娱乐活动全部取消。可是我们是从外地赶过来参加比赛的呀，如果出不了城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为了参加比赛，我特意赶来，现在出不了城，我带来的东西怎么办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？全城戒严，快走，走！你看看，嘿，这快点！你确定他们真的会把斗鸡卖给你？必成几日，让他们离不开宁州，到时候他们肯定心慌。我再以低价把他们手中的斗鸡买下来。奸商！嘿嘿。父亲，经过调查，刘贤庭坚持要说给顾昭下完毒之后，在顾昭房间里发现了宝藏图，宝藏点就是我们要打造盔甲和武器的地方。看来刘贤庭着了顾昭的道了。父亲，我不明白。我小看顾昭了，他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刘贤庭。那张地图也是顾昭故意让刘贤庭看见的，知道刘贤庭缺钱，一定会去宝藏地瞧一瞧。那顾昭怎么会知道那就是我们打造盔甲和武器的地方啊？我也奇怪他是如何知晓的，难道这是碰巧不成？父亲，我这就去把顾昭抓过来，一问便知。你若去了，正中了林承恩的诡计。我明白了，恐怕这一切都是林承恩的计策，利用刘贤庭封锁宁州城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我们造反的证据。您是知道我们要造反？三皇子要我杀了公主，恐怕公主是带着密令到的宁州城。至于刘贤庭，也是配合公主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逼我现在造反。大不了现在就起兵。现在民心不在我们这里，如何起兵？我要让这100万的灾民为我所用。对了，顾昭那边如何了？这几日必成。从外地来参加斗鸡大赛的人要求顾昭给个说法，顾昭也没办法，所以给了不少钱，就把那些来参加的斗鸡都给买了。顾昭大婚买了不少鸭子和鹅，这次又买了上千只斗鸡，
足够他吃好几年了。你说他买了上千只斗鸡？是，我估计顾昭身上也没几个钱了，千金万两也不够他这样子花。上千只鸡，还有大量的鸭子和鹅，为何在城中没有见到大量的动物？不好，林承恩这是在瞒天过海，他要用这些动物吃了蝗虫。不至于吧？文武，你马上带上人，我们立刻出城查看。若是真像我所料那样，我们就必须杀了这些鸡鸭鹅。是，父亲。让开！本刺史要出城。刺史大人，现在是深夜，想要出城，必须得有知府手谕。我可是堂堂刺史，在执行军务，马上给我让开，否则我要了你的命！放行，大胆，擅自放行，不要命了吗？参见将军。裴刺史，你就别难为这些守城的士兵了，是公主亲自下的令。没有公主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。公主管不到宁州，但公主的命令，我和林知府都听。你若是想出城，只能和公主请示，否则你出不了城。我一定要出呢，那就别怪我。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刀剑相向？裴寂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倒想听听，你说我出城干什么？怕蝗灾被治理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将这些鸡鸭鹅全部杀了。哼，一派胡言。其实呢，我还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把这刘贤廷给抓住，我们也没有借口封城，更不可能以低价将城内几千只斗鸡全部买下来。顺便问一嘴，这刘贤廷怎么样？没被你们弄死吧？顾昭，好大的胆子，敢碰我父亲！大人说话，小孩一边待着去。我没有见过刘贤廷，你不要污蔑我。行，你说你没见过就没见过吧。今日呢，天色已晚，你们要是想看的话呢，明天就出门看吧。数万只鸡鸭鹅大军早就把蝗虫吃完了。顾昭，我小看你了。吃蝗虫、粮食兑换蝗虫都是临时的手段。你不惜重金以公主名义举办斗鸡大赛，就是想让天下贪财之人都把鸡带到宁州来。果然好手段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挺厉害。投靠我如何？我许诺你荣华富贵，美女如云。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虽然有点小好色吧，但是我的老婆林清无已经能满足我。可惜呀，走。裴刺史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绝对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。想让我饶你一命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先帮我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情？这个熟悉吧？我要你把这毒放到林承恩的水中。他是我姑父。好吧，看来你很重感情，那我就不勉强你了。把他拖出去，乱刀砍死。哎，别杀我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吃下这药丸，2日之内下毒成功，来找我拿解药，否则你便毒发身亡。姑父，我以为我再也看不见你了。贤廷，这几日你去哪儿了？我封了宁州城都没有找到你。我被几个歹人给绑架了，他们想勒索我的钱财，我坚持说自己没钱。今夜我趁他们不注意，我才逃了回来。在我宁州还有这样的事情？你先休息，
我立刻派人把歹徒抓回来。姑父，我想在这住几天养伤。好好好，谢谢姑父。哎，我来，你去吧。刘百哥，有事啊？我是来看我岳父的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走，一起进去。岳父啊，我呢，刚刚呢在门口遇到了刘表哥。哎呀，想必这刘表哥应该是口渴，想喝茶。哎，刘表哥，咱们以后呢就是一家人，之前的事呢就既往不咎啊。我现在不渴。那个姑父，既然你和顾昭有事要谈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刘表哥，我呢就是来给岳父大人打个招呼，你跟岳父谈吧。我呢还要去见青吴。姑父，我有点事情想跟姑父商量一下。先听啊，说吧。哎，刘表哥，忘记跟你说了啊，注意身体啊！谢谢关心。既然他也喝下毒药，我现在就去向北极通报，好要解药。姑父，我想明日便回京。也好。那我先回去收拾了。好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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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老爷？父亲，刘县令带来了。刺史大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我姑父下了毒，我亲眼看见我姑父中毒身亡。真的？我对天发誓，所言都是真的，请刺史大人给我解药。起来吧。我一直认为你是可造之才，我愿意追随刺史大人。很好。你能杀你姑父，日后自然会杀我，断不能留。文武，带上人马，立刻包围林府，趁着林承恩已死，搜查林府。我倒要看看林承恩这些年收藏了我多少把柄。是。没想到林知府竟然英年早逝，真令裴某人痛心呐！谁让你来的？这里不欢迎你来。我父亲是被人下毒，一定是你做的。你说是我杀死你爹，证据呢？裴刺史，证据我们早晚会找到，你不要太得意。好，那我等着。与前朝余孽有关，文武去前厅查查。是。林承恩，这些年你多次与我作对，你说你到底图什么？你别碰我父亲！青武，要冷静。顾昭，你倒是个人才，怎么样？投靠我如何？想都别想。既然你不愿意投靠我，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来人，把顾昭给我拿下！我怀疑就是他下毒，毒死了林知府。栽赃陷害，你倒是拿手。沈苍兰，别以为你父亲是大将军，我就不敢动你。裴金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动我女儿。来人，别喊了，你带的人都被我收拾了。放开我，父亲！你还不投降？怎么可能？裴进，我早就猜到你会铤而走险，所以才布下今天这个计策，等你上钩。你说这是圈套？那林承恩呢？他不是死了吗？谁说我死了？爹。
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刘贤廷是被你抓走的？顾昭早就算到会利用刘贤廷来刺杀我。昭，你坏我大计啊！我也是被你逼的，谁让你一直想治我的罪呢？当初要不是你逼我立下军令状，我怎么能想到用鸡鸭灭蝗虫之法？裴寂，其实我早就看出了你会利用蝗灾来获人心，意图谋反。等你的计划顾昭识破之后，你肯定会铤而走险的。所以呢，我和顾昭才定下这假死之计。到底是我疏忽了，才让你有机可乘。我早就应该把你先除掉。宁州若是没有你，就算林承恩布下这计策，也奈何不了我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公主殿下，属下已将意图谋反的罪臣全部拿下，请公主发落。杀！是。公主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是留我一命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说。这件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，请公主扶儿过来。大胆！顾昭，你过来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。好的，公主。裴姐啊，只要你肯好好配合公主，可以饶你一条小命。没想到这个三皇子竟然是假的。哎呀，孙贵妃当时生的孩子是死胎，为了争宠呢，于是就想到用刚出生的孩子冒充是他的孩子。这裴寂呢，刚好又是降将，知道此事，所以呢，就安排人去找了个孩子送到孙府去。这个裴寂果然该死，竟敢做出这样的事情！不行，我要马上回宫，把此事告诉父皇。公主，宫里传来消息，二皇子病重，要你即刻回宫。好哥病重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得赶快回皇城。顾昭，你跟我一并回皇城，我现在需要你。父皇，不知叫儿臣来，所谓何事？让你见一个人。陛下，饶了臣妾吧！臣妾当时真不知此事啊，都是这个下人自作主张，把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孩来顶替成你我的亲生之子啊！陛下，臣妾也是被蒙在鼓里啊！我竟然被你们给骗了，差点要将皇位传给一个平民之子。父皇，且不要动怒。云瑶，你二皇兄他也是油尽灯枯，好在这还有你。现在你又带回顾昭，谁来都没用。事已至此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没错，我不是皇子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我早就叮嘱过你，让你学会忍。我当上了皇上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，你怎么就忍不了了呢？我要是当上皇上了，我肯定封你为王啊！没用，废物！来人，快将他给我抓起来！老东西，你真以为我会束手就擒是吧？我早就准备好，今天执勤的全是我安排在御林军的人。现在皇宫由我来掌，你要是想活命，现在就给我传旨下位。我绝对不会传给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哎呀，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，二皇子是我下的，最多活不过今晚。至于你，我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也就最多活几日吧。不过也好，你今天就算不下旨，那我就自己写，拿着玉玺盖上去。我呀，那就是皇帝了。哎呀，那倒未必。你觉得我们从宁州赶回来会没有准备吗？我听过你小子是个人才。今天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啊，你投靠我，我呀封你为王，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呢，对这个什么王呢，不太感兴趣。
你呢，就别白费功夫了啊！三皇子，没想到吧？还不赶紧束手就擒！顾昭让开！我的眼睛！丞相呢？这大婚之夜他去哪儿了？婚房有人？丞相他在打牌。打牌？好大的胆子，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月六，要不要？等会儿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对酒，对酒，要不要？这对二你不猛啊？我靠，这谁能看住啊？猛不猛？要不要？要不起。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大婚之夜，你竟然在这里打牌啊！不是我，好歹是丞相，你给我点面子，陛下在这儿。陛下，今天是我大婚之日，还请您把它还给我。那陛下就不耽误你们洞房花烛之夜了。齐霜，回宫。是。陛下，明天我去皇宫找你打牌啊！丞相，你要是什么时候受不了林清无了，我镇国大将军府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好什么好？你还想去苍兰那里啊？做梦！赶紧跟我入洞房，走！疼！哎！